这件事情终于迎来了关键反转。就在全网还在争论这个账号到底是不是 Felicita 本人的时候， Felicita 再次发布新视频，直接正面回应，账号是他本人，没有模糊表达，没有绕弯子。这一次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。这一刻舆论瞬间炸开，因为这不仅仅是身份确认那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这等于直接推翻了都病之前的说法。要知道，在最初争议爆发的时候，都病曾明确表示那不是 Felicita 的账号。当时很多人还在犹豫，相信谁？是相信视频中的他，还是相信作为丈夫的都病？而现在 Felicita 本人出面确认，相当于给出了最终答案。也就是说，都病说错了。问题来了，一个丈夫为什么会对自己妻子的账号毫不知情，甚至在公众面前直接否认？这件事情开始变得不只是账号真假，而是涉及到更深层的关系问题。我们先来看 Felicita 这次回应的细节。她在视频中不仅确认账号是自己的，还解释了一个关键点：视频是通过国内朋友帮忙发布的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意味着这个账号的运营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，而是存在第三方协助。也就是说，他本人拍摄视频，通过某种方式传给朋友，朋友再帮他在国内发布。这套流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件事：他的网络环境或者账号操作条件存在限制。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他1年没有发声，不是不想发，而是条件不允许。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，既然可以让朋友帮忙发，为什么不让都病帮忙？这才是这次舆论真正的核心矛盾。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，夫妻之间应该是信息最透明、最同步的关系，尤其是这种涉及公众账号的事情，按理说不应该完全不知情。可现实却是 Felicita 开了新账号，发布了视频，甚至引发了全网讨论，而都病却完全不知道，甚至还在第一时间公开否认。这种信息断层让很多网友感到难以理解，于是各种猜测开始出现。第一种猜测，关系出现距离感，这是目前讨论最多的一种可能。如果夫妻之间沟通顺畅，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，除非他们之间的沟通本身就存在问题。这种问题不一定是矛盾，也可能是现实导致的距离，比如长时间分开生活，各自面对不同压力，交流频率下降，信息不同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方做出某些决定，另一方不知情，是有可能发生的。特别是像 Felicita 这样经历了一段沉默期，她可能更倾向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，而不是第一时间告诉所有人，包括身边最亲近的人。第二种猜测，刻意回避公开关联。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可能， Felicita 有意不让都病参与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可能有很多，不希望给对方带来舆论压力，不希望账号一开始就被绑定关系，想以独立身份重新出现，或者在某些现实问题上需要保持一定界限。这并不一定代表关系不好，而是一种策略选择。毕竟一旦都病参与发布，就意味着账号一开始就带有夫妻标签，而 Felicita 这次回归明显更偏向于表达个人经历，而不是家庭关系。第三种可能，现实操作更方便。还有一种更实际的原因，朋友在国内操作更方便。如果涉及到平台限制、网络环境、实名认证、视频上传速度，那么找一个在国内的朋友帮忙确实更高效。相比之下，都病如果不在同样的环境下，反而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协助人。但问题在于，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至于完全不知情。所以这个解释只能解释为什么找朋友，但解释不了为什么都病不知道。第四个关键点，都病为什么第一时间否认？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，因为他不是沉默，而是明确否认。这说明在他认知中，这个账号确实不像 Felicita 的操作。也就是说，要么他真的不知道，要么他看到账号时判断为假账号。如果是后者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账号的出现方式在他看来是不正常的，比如没有提前沟通，内容风格突然变化，发布节奏异常，这些因素都可能让他产生怀疑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否认未必是故意说错，而是基于当时信息做出的判断。但问题是，现实已经证明这个判断是错的。于是现在舆论的焦点已经从账号真假转向了更深层的问题。Felicita 和都病之间
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很多网友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关系状态。过去，他们在镜头前的互动是相对自然的，但这次事件却暴露出一个明显的信号：信息不同步。而信息不同步，在任何关系中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。它不一定代表问题，但一定代表变化。不过，也需要提醒一点，目前所有分析都是基于公开信息，我们看到的只是片段，而不是完整生活，所以不能简单下结论说关系一定出了问题。更合理的理解是，他们现在的状态可能和过去不同了。这种不同可能来自现实压力，也可能来自个人选择。回到 Felicita 本人的状态，这次她的回应其实非常克制，她没有提毒病，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差，她只是确认账号是她的，视频是她拍的。这种处理方式本身也说明了一点，她更关注自己要表达什么，而不是回应所有争议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表达方式，因为一旦她开始解释所有细节，反而会引发更多解读。而现在，她选择只回应最关键的问题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有3个值得关注的方向。第一，都病是否会再次回应？既然事实已经明确，他是否会解释为什么当时否认？是否真的不知情？现在是否已经了解情况？他的下一步表态将直接影响舆论走向。第二， Felicita 账号的后续内容。如果他持续更新，并逐步分享更多现实情况，那么大家对他的信任会逐渐稳定。反之，如果更新再次中断，疑问可能还会重新出现。第三，两人是否会在同一内容中出现？如果未来某条视频中两人共同出现，或者互相提及，那很多疑问会自然消解。但如果始终保持各自表达，那这种距离感可能会继续被放大。最后，我们回到这件事情最初的起点：一个账号的出现，一段视频的发布，一个丈夫的否认，一个当事人的确认。短短几天时间，从真假争议发展到关系讨论，这正是互联网的放大效应。但在所有讨论之外，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： Felicita 回来了，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声。至于她和都bin之间的状态如何，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，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所以，与其急着下判断，不如继续观察，因为真正的答案从来不是一条视频能说清的，而是藏在接下来的每一次更新、每一次互动之中。故事还在继续，而这一次轮到 Felicita 亲自讲述。